灵宝市到潼关县76千米，1945千米。一早起来就整理整理，提早出发。早餐吃的是水煎包，1元3个，绿豆粥2元。老实说，在中国的早餐店真的很少吃到好吃的食物，但就胜在便宜吧。还有水饺，真的是没吃过好吃的，超怀念自己家的黄金煎饺和水饺。骑出灵宝市就遇到一位徒步环岛的朋友，哦不，是徒步中国才对，说老兵，其实也才36岁。在中国，其实我是有压力的，不敢畅所欲言的说我是台湾来的，以前怎么徒步环岛之类的，因为实在很怕又像昨晚青旅大哥抓着问个没完。他好心的说你骑自行车有毛病，应该换个机车，到了国界卖了再换一台。我说想骑脚踏车就好了，他就说你想想这能省下多少时间。似乎在中国大家都习惯的以钱和物质来衡量一切的价值，我真是无了个语。真的是，如果我是想省时间，愿意多花钱，我直接搭飞机就好了，不是吗？我其实有点像是透过半马行，对自然环境伤害最低的旅行方式，来完成环游世界到处看看的梦想。这想法和灵宝市大哥是南辕北辙，真的是聊不起来。这也是我早早离开的原因。终于过了河南界，到了陕西。如同我常说的，到了陕西，那西安还会远吗？直冲西安吧，当然这只是个梦想。如果说早上的狂逆风和大坡消耗完我的体力，那下午这个下雨和巨坡带给我的就是虚脱和意志的考验。终于到达了潼关县，离我原来要去的华山还有一段路。我决定先休息，然后把衣服洗洗，今晚就住潼关了。这里的名产是肉夹馍，来到这里怎么能不是看看呢？晚餐终于吃到米饭了，没想到到了北方我会这么怀念米饭。潼关县到华县62千米，2007千米。首先今天是在中国破2000 km 的一天，同时也是我买了这台单车破3000公里的一天，请大家撒花。我昨晚住的潼关离三河汇流处很近，所以今天就打算绕过去看看。所谓的三河汇流就是洛河、渭河、黄河，再往西走就离开黄河的地盘，进入渭河的流域了。今天走的是县道，但是陕西的县道做得不错，只是总会看到乡村景色，也就是大家都会占用马路晒谷。路上还经过一家在办喜宴婚礼活动的，真的跟台湾差的有点多啊。可惜没看到吃饭的，不然就进去蹭个饭了。往前骑不多远，正在单车上晒衣服的我被2个对向自行车骑士拦截了。从哪来啊？往哪去啊？福州来的啊？厉害啊！其实几乎每个遇到的问题都差不多这些，但这2位是特别有心，从对向切过来聊天的，所以特地留念一张。中午到达了华山，点了西红柿盖浇饭，其实就是番茄炒蛋盖饭了，但由于位于景区，分量少又贵，墙上还有贴所谓的陕西8大怪，但总之味道还算可以的。第一眼看到华山的震撼，就像我第一次在辽国望洋看到山景一样，根本就是水墨画，立在眼前了。继续往西安前进，最近这2天总觉得特别累，骑没多久就累了。看看距离，应该早点休息的话，明天还是能到西安的。今天的住宿点浴室很大，所以我顺便把单车带进来洗洗了。希望明天进西安能保持干净的状态进去。晚餐的刀削面很不错，只是这边都没提供汤匙，喝汤时像端脸盆就是了，因为在中国喝的是面汤。A28中国段1，福州到西安道完成。华县到西安92千米，2099千米。昨日晚上喜欢挑战的我，买了一只真空包装的炸酱鸭腿，想试试味道，结果今日自起床后整个大爆发。原以为我是铁胃，但没想到我是豆腐肠，所以一直狂拉肚子。还有一个怀疑点是今天的包子，早餐豆浆稀得跟水一样，包子则是除了辣之外吃不出什么味道。今天的花费很凶，因为为了和商家借厕所，买了杂七杂八的东西。今天一出门就遇见现代版的三藏法师，看他的手拉车多像在徒步环岛啊。不过这是在中国，我想肯定是去取经的。骑不多远，先去加油站减重一次，再去便利店减重，然后就到了渭南。
这是渭南的古玩城，做的古色古香。为何我会再次停留呢？当然是为了第3次减重。然后出了渭南，又和商家借后院田里减重。没想到今天如此减重，居然没影响体力。到了临潼，也就是兵马俑附近，我没有停留，因为听一些朋友说，门票非常的昂贵，不太值得。而景区门票在中国一向都不便宜的，反正在西安还要待3晚上，万一改变主意还来得及。想不到临潼往西安的国道108线是要收费的，幸好我是单车免费。路上经过一个转盘，对的，这边不叫圆环，叫转盘。经过灞桥，好多人在钓鱼啊，不知道当年楚霸王项羽也在这钓鱼不？终于，我到了西安，完成了中国段旅程1，福州到西安的部分，预计在此整修3-5天，把自行车辐条修一修，把买来没多久就坏的打气筒送去捷安特，还说不能修的打气筒买只新的代替，还有买些适合骑行的衣服，舍弃些不合用的东西。如果要以海贼王漫画来说，我已经出了东海了，准备进入伟大的航道丝绸之路，请大家期待。本次旅程轨迹图，从灵宝市到潼关县，再从潼关县到华县，最后从华山所在的华县出发到西安，完成了中国段1的路程单车练习曲，圆满成功。如果您喜欢这次的影片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各位朋友，我们下个影片见。